视频开始前提醒大家一下，今天的好消息有点多。乌军在行动炸断克什大桥，俄空天军司令意外坠窗身亡。乌克兰继续空袭俄本土军事基地。维尔纽斯峰会如期举行，乌克兰获得的支持和援助让泽连斯基从头笑到尾。乌克兰向美提议军购急需武器。乌军连夺红军村5城，俄军伤亡破99万。俄停火备忘录内容曝光，毫无诚意。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克什大桥还是被炸断了，只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乌军没有用金牛座导弹，而是用提前埋设的爆炸装置进行了水下爆破。综合法新社和 Next A 新闻报道，6月3日，乌克兰安全局局长马柳克蜘蛛网行动后再次策划了针对克里米亚的行动。这次他派人渗入了克什大桥附近，从水下对该大桥结构进行了爆破。据悉，乌克兰特工们在大桥底下埋设了爆炸威力相当于1100公斤 TNT 当量的爆炸装置，随后于3日凌晨4点44分远程将其引爆。爆炸瞬间产生了剧烈声响，甚至桥体结构都被冲上了10几米的空中，即便是在远处都能看到海面上闪烁的火光。初步估计，克什大桥整个桥体结构都已损坏严重，处于紧急危险状态。乌克兰安全局随后公布了行动视频，并发文称，此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持续了数月，是对俄罗斯持续向乌克兰城市发动导弹的直接回应。马柳克局长甚至再次向俄罗斯发出威胁，称如有必要，我们甚至会从地下发动攻击，可谓是杀人诛心。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障行动的顺利进行，6月3日凌晨，乌克兰还同步对克里米亚周边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据悉，包括俄军基地和弹药库、设备仓库、变电站等44个目标遭到袭击，其中赫尔松州赫尼切斯克的变电站受损严重，已导致梅利托波尔和整个扎波罗尔地区电力完全中断。截至目前，俄官方尚未对克什大桥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详细情况有待确认。倒是一些俄媒指出，克什大桥曾关闭约4个小时，而一些军事频道则断言该大桥已经被炸毁。但无论结果如何，这都是克什大桥在近期遭到的最大程度的攻击，将严重削弱俄罗斯通过克里米亚为前线俄军提供补给的能力。克什大桥作为俄军控制克里米亚的一个标志，自俄乌战争以来就多次被乌军袭击，现在乌军终于接近实现目标。最关键的是，乌军总能想出出人意料的进攻方式。要知道，炸弹本就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武器，在水下引爆，其威力和破坏力要比在空气中爆炸强大很多。这是因为水是不可压缩的液体，当炸弹在水中爆炸时，会因水的阻力产生比空气中爆炸更多的能量，变相增加了爆炸威力，且这些能量还会因水的密度被聚集在爆炸点周围的区域，从而产生强大的冲击波，更集中的向外扩散，来破坏大量的物质。就像我们都知道，在空气中若在炸弹旁还能苟活的话，在水中那将必死无疑。有了蛛网行动和此次的水下破坏克什大桥行动，火力军现在是越来越期待马柳克局长所说的从地下发起对俄攻击又是什么行动了。与此同时，俄空天军司令意外从窗口坠亡，这难道是在为蛛网行动的结果背锅负责？乌克兰的网行动堪称近代史上最成功的谍战行动，以忽略不计的代价和最简单的技术材料，创下了1比10万的交换比，且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模式。这场行动的创意袭击方式和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被世界多国称为现代版特洛伊木马、俄版珍珠港。目前，俄罗斯的真实损失正陆续通过卫星图片和视频被曝光。恰如梅德韦杰夫所言，乌克兰等同于发起了袭击珍珠港的宣战行动。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俄方损失绝不会只是几架或10几架战略轰炸机这么简单。值得注意的是，蛛网行动之后，俄罗斯杜马议员古姆廖夫放言，必须有人为此负责。火力军本以为这是对乌克兰军事负责人的警告，结果从6月2日开始，多家自媒体发布消息称，俄罗斯空天军司令谢尔盖·科比拉什中将在家中意外坠窗身亡。火力军通过搜索发现，这则消息来自于一个 TJ 频道，目前尚未经得到证实。虽然科贝拉什中将是否身亡仍然存疑，但 34% 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受损，超过1/3的战略轰炸机在机场被无人机击中，损失超过70亿美元。作为俄空天军司令，曾经的远程航空兵司令谢尔盖·科贝拉什绝对是要被追责的。
倘若从窗户意外坠亡的消息是真的，霍立勋只能说这个死法很意外，也很俄罗斯。此外，乌克兰对俄空军基地的打击似乎还远远没有结束。昨天，乌军向乌罗涅日发射了多架无人机，目标直指当地的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空军机场，并与俄军防空系协同展开了激烈的夜战。详细战况正在确认中。据悉，鲍里索格列布斯克机场距离俄乌前线仅350公里，这里长期停放着俄军苏34和苏35战机。毫无疑问，该空军基地被袭击，完全是因为其能给前线的战况带来更直接的影响。与此同时，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在俄罗斯的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昨天当地驻扎着俄军第627航空团的季霍列茨克空军机场也发生了火灾，但起火原因未知。总之，在蛛网行动后，俄空军基地就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当然，还不仅仅只是俄空军基地，俄罗斯核心城市也在乌克兰无人机的覆盖下瑟瑟发抖。据开源情报报道，圣彼得堡的油漆厂突发大火，且快速向周围的工业区蔓延。初步预计过火面积超过了3000平方米，即便在很远的地方，也能看到不断翻滚的黑烟。据悉，该工厂一直在为俄航空领域提供专门的装备材料。话音未落，俄罗斯夏诺夫格罗德地区的扎沃尔日耶发动机厂也传出了爆炸声。该厂为前线的俄军提供发动机和各类配件，但现在它的多个车间同样都被大火吞没。目前这2座工厂的起火原因还不明，但在如今乌克兰接连发动袭击的情况下，不排除是乌军展开的新一轮行动。乌克兰接连成功的作战行动让泽连斯基在维尔纽斯峰会上挺直了腰杆，一张笑脸从峰会开始笑到了峰会结束，同时也让背后的盟友更愿意相信乌克兰，为其送去了更多的援助。维尔纽斯峰会6月2日如期举行，参会者分别是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布加勒斯特9国，以及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和冰岛的北欧5国。那么这场会议都达成了哪些共识呢？首先就是给了俄罗斯当头一棒。会后各国发表联合声明称，布加勒斯特成员国将与北约各国一起进一步影响欧盟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决议，彰显了东翼国家的团结。其次，在俄乌战争背景下，各国声明将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政治与经济支持。如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3国就代表所有与会的北约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坚定支持关于乌克兰走向全面融入欧洲、走向大西洋一体化、走向加入北约道路的决定和承诺，称乌克兰有权选择自己的安全安排，并决定自己未来。而北欧5国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其中芬兰和瑞典加入了北约，其他3国也在俄乌战争中坚定地站在了乌克兰一方，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援助。凭借其高度发达的经济，必将能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帮助。事实也如火力军所料，6月2日晚些时候，泽连斯基透露称，峰会期间，各国决定对乌克兰制定新的军援计划，加大对乌克兰军工企业投资，特别是无人机生产方面。同时，各方同意在俄乌战争期间，乌克兰军工企业生产的武器弹药归乌军使用，投资乌克兰国防工业的合作伙伴将获得战后补充武器库的优先权。此外，挪威首相斯特勒还承诺援助乌克兰2025年冬季天然气一半的缺口，价值10亿欧元，并同意为乌克兰无人机生产提供额外资金。芬兰总理奥尔波则表示，芬兰将加大乌芬合作生产武器项目投资。其他的类似声明还有罗马尼亚新总统库索尔丹的承诺，他称乌克兰完全可以信任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将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援，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承诺永不动摇。而在与老朋友杜达会晤中，泽连斯基同其讨论了双边关系、共同应对俄罗斯施压，以及2国深化经济合作等议题。至于重量级人物，受邀参加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则在峰会上重申，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逆的战略方向，并在与泽连斯基会晤后透露称，在即将举行的海牙北约峰会上，支持乌克兰仍是重要议题。北约成员国将继续增加防务开支，以帮助其赢得战争胜利。泽连斯基则表示，他还与吕特讨论了北约帮助乌克兰发展远程打击武器问题。简单总结就是14国领袖达成了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在峰会当日，泽连斯基还对外表示，蛛网行动是由乌克兰独立实施的，没有合作伙伴的帮助，事先也没有通知美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说乌克兰已在卫星通讯、图像解析以及无人机远程控制领域已经不需要依赖美国的技术与服务了？这种能力在特朗普善变的外交政策下至关重要。
当然，乌克兰技术和战术的进步并不妨碍其继续引进美国武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在本周派出代表团与美国政府代表讨论军购协议与自由贸易协议。他表示，我们非常希望美国就向乌克兰提供适当的武器，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军购协议。他同时强调，这不是美国提供的任何形式援助，而是单纯的军火贸易。看样子，泽连斯基也是害怕特朗普又将其说成美国援助。在此之前，泽连斯基曾向美国提出，希望用230亿美元购买10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但遭到特朗普团队的拒绝。如今，在俄罗斯公开拒绝特朗普提出的无条件停火倡议后，美国是否会同意向乌克兰出售军火呢？后续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前线战场，不少俄媒与黄俄媒体在俄军发起夏季攻势后，大肆渲染俄军攻城略地。那现在再看看蛛网行动和炸毁克什大桥行动后，这些媒体有在吭声吗？况且即便没有这些行动，前线40万乌军在乌东和北线同俄军63万人交战，且在态势感知、炮火精度、无人机运用方面都优于俄军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任由俄军毫无代价的推进呢？所以战场的真相是，在各条战线上，乌军虽有压力，但并没有危险。苏美方向为阻止俄军的地面推进，乌军派出 F-16苏27战机，将美国的滑翔炸弹投向了推进中的俄军及其背后的补给运输通道，使由俄第98空降军、第76空降师一部、第2近卫摩步师以及第810海军陆战旅等组成的机群进攻陷入了停滞。目前，俄军各部都已收到了俄国防部的命令，即节省弹药与生活资料，能不开炮就别开炮。在俄国防部的作战计划中，原本是要7天推进到苏梅市郊区的，但如今多少天过去了，其还在边境村周围转悠。美国战争研究所评估认为，俄军虽然调来了工兵修桥，但在乌军的持续破坏下，最后很可能会撤军。值得注意的是，在作战中，乌军第39航空旅出动了一架苏27，首次用美制的 HARM 反辐射导弹打掉了俄军的萨姆防空系统。据披露的现场画面显示，俄军防空系统已经冒起了浓烟，同样持续伴有剧烈的爆炸声。与此同时，乌军的无人机部队还精准捕捉到了俄军的 GTL 电子战系统，随即用 FPV 无人机投掷了10多枚炸弹，击毁了该系统，外加3辆军用卡车。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在扎格雷佐沃耶、皮什昌耶、新克鲁格利亚基夫卡以及新谢利夫卡方向对乌军阵地发起了4次攻击，但均被击退。事后，乌军还与俄罗斯志愿兵团联手发动反击，重新夺回了东南森林地区的多个阵地。利曼一线，俄军昨日发起12次进攻，突袭了格洛加兹、泽列纳亚多利纳、托尔斯克附近的乌军阵地，但结果并不理想。事实上，俄军早在1个月前就由东向西在新留比夫卡、诺维村之间形成了一个突出部，但如今1个月过去了，诺维村依然在乌军的手中。恰索夫亚尔、托列茨克2个方向也遭到了俄军的猛烈攻击。之前火力军曾多次强调，从恰索夫亚尔到托列茨克这一段，在保卫康斯坦丁诺夫卡方面起到了关键的缓冲作用，甚至俄罗斯用上了经典的包抄战术，并在这条战线上忙活了几个月，也没能如愿拿下。而在俄军接连夺取达奇耶、佐里亚2个定居点后，黄俄频道就兴奋地宣称，俄军即将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要塞了。但事实是，俄军距离这儿尚有数十公里，其还要面对西维尔斯基顿涅茨运河这道天堑，以及横亘其间的宽阔雷区，和由18个旅和4个突击团组成的4道乌军防线。俄军要想正面攻下这条战线，既困难又昂贵，短期内是无法实现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这个战略目标的。红军村方向，俄军在东北方向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前锋已推进到了米罗柳伯夫卡和诺沃莱尼夫卡，但没有把战线拉平，只是形成了一个突出部。乌军方面则据卫报战地记者报道称，其在科特林涅以南连续夺回5个村庄，向前强推了10公里，将俄军越赶越远。中部的舍甫琴科至格鲁吉夫卡一线，双方接触线没有变化。在南顿辛帕夫利夫卡一线，俄军略有推进，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南部的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战场，高强度的战斗一直没有爆发，双方的攻势主要以无人机远程火炮袭击为主，互相打击对方的高价值目标。以上就是俄军夏季攻势的现状。乌军对俄军后方目标的袭击，如今已对前线产生了直接影响，俄军后勤供应正越来越困难。值得一提的是，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最新战报显示，俄军伤亡总数已突破99万人，马上就破100万了。至于停火方面，上期火力军说了，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会谈上提出的停火条件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诚意，愿意就当前的接触线谈起。
但俄罗斯提出的停火备忘录却毫无诚意，并未做出任何让步。据资料显示，俄方停火备忘录的核心条款仍是：一，在国际法层面承认克里米亚和乌东4州归属俄罗斯；二，让乌克兰宣布成为中立国，禁止加入任何军事联盟；三，禁止其他国家在乌克兰境内开展军事活动；四，乌克兰不能拥核；五，限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数量；六，取消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此外，还有保障俄语居民的权利与自由，和双方放弃就军事行动造成的损失提出索赔等内容。而实现当前停火的方法，俄罗斯备忘录给出了2个方案。方案一，乌军彻底撤出乌东4州，从撤军之日起，双方将实施为期30天的停火。方案二是一些禁止措施，其俄方戏称为优惠套餐，其中包含禁止乌军换防、停止动员并启动复员程序、禁止第三国在乌的军事存在、停止对基辅的外国军事援助、基辅当局放弃对俄实施破坏行动、相互赦免政治犯和释放被拘留平民、取消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并在取消战时状态后100天内举行选举。俄谈判代表团团长维金斯基表示，这些条款并不是最后通牒，而是俄罗斯有关和平的建议。对于这样的停火备忘录，美国战争研究所评价称，该备忘录中反映了克里姆林宫长期以来公开要求乌克兰做出重大领土和政治让步的意图。实际上，俄罗斯并未做出任何让步。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也在接受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网采访时称，俄罗斯在谈判中拖延时间，实际并不想停火。俄乌会谈是否还会继续下去？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据美国监测组织 38 North 报道，通过6月2日拍摄的卫星空拍图显示，朝鲜5000吨级的驱逐舰自5月21日事故发生以来首次被扶正，虽船体部分被云层遮挡，但船尾的直升机停机坪标记仍清晰可见。据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空军为强化空中侦察实力与远程打击战力，配合凤展项目的 F-16V Block 20战机性能提升案，在2021年7月以3.21亿美元向美国采购了6具最新的 MS-10侦照夹舱与地面辅助装备，原计划在今年完成交运，并装配在空军 RF-16战术侦察机上，但岂料近期被美方告知，因夹舱外壳出现裂痕导致讯号不稳，因此美方要求厂商解决问题后才能交运。交付日期可能会延后至2026年。对此，台湾空军表示，2025年起将分批执行装备交运，以掌握执行进度及交装情况，称全案及人员训练不会受影响。这东西没到也能训练吗？据悉，这新一代的 MS-10远程倾斜拍摄式侦照夹舱，是由美军及外销使用广泛的 DB-10侦照夹舱改良而来，它是美国 U2 侦察机的战略高级电光侦察系统传感器的衍生产品。其编号中的 DB 是指拥有双频谱性能的感测系统，其每小时可以收集 2.6万平方公里的高分辨率影像，比台湾空军现役的 RF-16战机配备的 VDS-5凤眼夹舱高出1倍以上。同时，侦察距离又增援许多，不但有助增加 RF-16的战术弹性与存活率，也可能增加远程武器的威慑力。据 BBC 新闻报道，韩国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以近 50% 的得票率当选韩国新任总统。他在6月4日宣誓就任。在这场压倒性的胜利到来之前，李在明的就任之旅充满了荆棘，什么悬而未决的法律案件，什么热舞拉票，他为了目标真的蛮拼的。据自由时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第一海务大臣人选出炉，将由詹金斯上将接替5月因故遭停职的乙级上将，成为皇家海军最高阶将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皇家海军第一海务大臣职务创设120年来，詹金斯是第一位以陆战队上将身份接任此职者，会在胜利号风帆战舰上正式就职。英国皇家海军表示，詹金斯上任后将指挥3万多名官兵、陆战队员、50多艘水面作战舰、核潜艇与支援舰，以及航空队直升机、喷射机，同时还将监督新型2级水面舰26型、31型巡防舰的建造，以及机敏级、无畏级核潜艇的筹获工作。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马里奥克局长说的地下攻击会是什么样的行动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